哇，怎么还在杀？杀的好凶！这是要上下方的30日均线去找支撑了，39块8毛5。这个消息按道理来 Later， 今天我看上了这个伊利股份，因为4季度消费一般比较旺，而且今年伊利前3季度的业绩比19和20年都要好。同时从技术面来看的话，它这已经底部起来了，突破了上方年线，现在在做一个平台。它在这个平台上已经调整了6、7天，下方有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，我感觉这个跳空缺口蛮强的。然后今天一直在盘整，我觉得这个买点差不多了，那我们就买200股吧。买入了啊，我看一下。好，买入了，买了200股啊，就是2手。这样的话，我们今天等一下，因为我觉得它在这里是要往上跳一下的，已经盘整6、7天了，加今天应该是8天。上午的话就是一个横盘调整，然后今天的成交量也没有放大，所以我觉得拉升的可能性不大，但是买点可以。然后它现在在这个平台的话，往上突破一下是很有可能的，我们就找那个机会。今天上证50也是杀跌回调，伊利呢属于上证50的成分股之一，所以今天伊利的拉升的可能性也不大了。Tomorrow， 开盘了，哇，今天伊利是大幅杀跌，因为一则消息爆出来，说国家认为目前中国还不适合发展高端奶，所以今天伊利就一个跳空低开，这是刚刚开盘。哇，我昨天买的也真是巧，我的天哪，它这我个人判断是个强势洗盘，看今天能不能把上方这个跳空缺口给回补。如果回补的话，明后天我们先走一下。哇，怎么还在杀？杀的好凶！这是要上下方的30日均线去找支撑了，39块8毛5。这个消息按道理来说并不是太大的利空啊，我个人总是感觉这是一次借势洗盘呢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等等看啊，现在不能卖，现在不好卖。哦，拉起来了，又拉回20均线附近了啊，希望能再往上拉一下。今天把上面这个缺口啊，跳空缺口给回补掉。那样的话，整只股票的走势还没有坏掉，我们再等一下啊。拉，继续拉，继续往上拉，对对对，把这个缺口抓紧回补掉，对，这样的话趋势不会坏。它这是进行了一个高部的平台，一个反打，一个强势洗盘，我个人判断很有可能是这样的，因为它底部起来之后一直没有洗。那今天就借势洗盘一下，我看一下其他的指数现在怎么样啊？上证指数现在今天也是跌，然后50也是一个跌，500的话应该是啊500横盘，300也是回调啊，没有拉上去啊。现在开盘半个小时了，每天开盘的头半个小时的成交量和走势，基本能决定一只股票全天的走势。那它这开盘头半个小时没有拉上去的话，我个人觉得今天接下来可能还会再回踩一下，要看它回踩到哪里了，能否把这个趋势踩坏掉。等一下看看。现在果然回踩了，又重新上下方的30日均线去找支撑去了。啊，今天真的是这个上证也是不争气，也是在回撤，杀跌这么凶。1个多点啊，今天不好办，不好办。哎呀，今天上午杀得很凶啊！如果今天下午拉不起来，那我今天下午就止损掉了。如果今天下午它能拉起来，那我就等明天，因为它如果不拉起来就是个倒锤头，这个明天继续杀跌的可能性很大的。Later， 现在亏了5个多点了。好，现在是慢慢的爬升啊。如果在今天收盘之前，它这个开线的实体部分能比较小的话，就拉上去还比较小的话，那我今天就可以暂时先留一下，不卖。拉起来了啊，现在是一个螺旋桨，经典螺旋桨，然后实体部分成了一根线了，又重新拉回到20日均线上方，这就说明明天还是有机会的。在强势洗盘的过程中，这种螺旋桨图形还是值得去拿下。好，马上收盘了，是一个下影线比上影线长的一个螺旋桨，说明多头在这个地方还是蛮强的。
但上方留了一个跳空缺口，这样的话，明天看一下能不能回补，同时也说明它短期的这个盈利机会没有了。The next day. 今天很不错啊，如期反弹，早上挣扎了一下，现在又拉起来了，已经收复了上方昨天的跳空缺口，但是我不打算拿了，我打算今天就止损，因为它短期盈利的机会经过这样一折腾没有了。今天大盘也是大反弹啊，很不错啊，很不错。现在一律还是在逐步的拉升，这样的话我就等下午看有没有更高的点位来止损。好，下午开盘了，一律没有继续拉了，现在只亏1.8个点，然后感觉这个量能也跟不上了，上面的5日均线压力也挺大，同时呢，我看到这个大盘这量能也有点跟不上了，所以就这会儿卖了吧，就现在卖了吧，反正亏了不到2个点，也不多，止损了，卖掉了啊，看一下。亏了160多。这次的操作大家也看到了，亏损了160多，所以我们今天只能吃面啦。很好吃，就这一点辣白菜，哇，很好吃。还放了一点糖。这是猪血。哇，这面太好吃了。炒股就是这样了，经常会有一些误判出现。当出现误判的时候，如果觉得形势不好，就要及时止损嘛。不要怕判断错，判断错太正常了。我们又不是神仙，所以这次我就止损2个点就出来了。还有鸡蛋可吃，亏损归亏损，还有鸡蛋可吃也不错。好吃。止盈和止损哪个重要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，真的。大部分人跟你说止盈和止损同等重要，但是根据经验不同，对有些人而言，如果你是新股民的话，止损绝对比止盈要重要，因为你只有学会止损，你才能最大程度的保证本金。那对于有一定经验的股民而言的话，学会止盈就更重要。比如今年 A 股的行情，过山车的行情非常多，板块的轮动非常快。你像之前有的行业，一些前期的化工股啊，或者说是煤炭股啊这样的周期行业，那过山车非常厉害的，可能2个月拉上去，不到1个月就跌下来了。所以对于很多有经验的老股民，他在里面他也走不掉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对一个股票的走势的判断，这个预期长短是不一样的，而市场的变化往往会超越人的预期，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超越股民的预期的。所以我们跟市场在跟市场的博弈的过程中，输是很正常的事情，输赢很正常。
好吃。所以我刚才说，对于有一定经验的股民而言，要学会止盈，差不多就可以了，不用非要希望买到什么10倍股，1年10倍股，没有必要的。有很多大的私募基金收益比较好的，如果你买它的产品，你1年的收益可能，当然它那有门槛的，可能100万或者200万起购，1年的收益可能有10%几。把盈利的预期降低，应该会更好。仓位的控制上，你放入股市里面的资金，一定要让你自己感觉到自洽，就是你这部分资金或者说仓位不会让你睡不着觉。你看我有个朋友，他是个小散户啊，他可能他说问答，我买2万，我每次一只股票我再看好我就买2万块钱，因为我买2万的话，我感觉自己能睡得着，能吃得下饭。那我说，然后他说，如果我买超过5万，哇，我这压力就感觉好大，赚也赚不到钱，亏还亏很多。所以说，你的仓位、你的资金的配比的这个自洽，让你感觉到自己很舒服，非常重要。不要一上来就跟自己过不去，那样的话走不远。再来一碗。里面我放了胡萝卜，放了猪血，放了一点火腿，然后这个做的面条特别入味。本来想去放点辣椒，结果最近火比较大，炒股炒的，压力还是有点大的，就不吃辣椒了。这个做法大家可以尝试一下，非常好吃。这是第4笔交易，前3笔都赢了，这笔输了。来，第3碗，也是最后一碗，哇，撑死了！不过真的很好吃，你们可以看一下我前面的食谱。吃了3碗，哎，剩下的面汤真吃不了了。到这里了，这是我第4笔实盘交易，买卖伊利股份，判断失误，及时止损。整体还好，因为我们前3次都赢了嘛，所以这次输了的话也没什么，要看后面嘛。别忘了有100次实盘短线实盘的，当然我的短线不是每天买卖的，有的时候或者说有几天，我觉得大盘这段时间风险比较大，我无法把握具体个股它到底是看多呀还是看空啊，这种情况下，可能这几天我就不操作，不买卖。
所以这100次短线实盘的话，可能真的要花好多时间，可能真的需要1年的时间。因为我之前1年的换手率是30次左右。我本人的投资风格是中线趋势为主。好了，我是问答，1万元人民币100次短线交易，是吃鸡的次数多还是吃面的次数多？对我这样的普通股民而言，它胜率大概会有多少呢？这次是我们的第4笔交易，希望您能继续关注我的频道，关注我的视频。谢谢您的支持。今天没有酒，以茶代酒。干杯！